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主要是想给大家分享一下做独立站的一个收款经验，我们应该用什么去收款？那这期视频呢，主要给大家讲一个我们收款几种收款方式，一个呢是用 PayPal 收款，还有一个呢是用Stripe 呢进行收款还有一个呢就是用这个Shopify 的 Payments 来收款。那这三种收款方式，那么针对我们的新手朋友呢，哪一个更适合？那如果你对跨境电商感兴趣的话，那可以订阅我的频道，并给这个视频点个赞。我们做跨境电商的话，肯定就会遇到一个收款的一个问题。那这里呢说的是有3个收款方式一个是另外一个呢就是一个 Stripe， 另外一种呢其实也可以忽略我们就是主要是这2种大家都比较熟悉的一个 PayPal。 每一个做独立站做跨境电商朋友呢，我相信你肯定都去使用过 PayPal 呢来作为你的一个收款。那第二个 Stripe 可能大家呢也有所耳闻，很多人可能想拥有这个 Stripe 呢来用这个 Stripe 账号来收款，但是呢却很少人用它。那这个 Stripe 它主要是收信用卡的一个款项，比如说你的用户在你的网站来购物的时候呢，他可以直接在你的这个网站上用信用卡来进行一个付款，也不需要跳转到其他的页面，那它很快，非常的丝滑。那么第3个呢，就是这个 Shopify Payments。 那为什么前面给大家说2种因为这个Shopify Payments 它主要是也是由这个 Stripe 也是由他们家呢支持的。那这个呢它主要是针对一个 Shopify 的独立站，所以呢这个 Shopify Payments 呢它只能是在这个 Shopify 上面使用。那么目前呢是不可以去对接一些其他的平台如果说你是用 WordPress 搭建的网站，那这个收款方式呢你是用不了的。这里其实这个 Stripe 呢，它也可以直接对接到你的 Shopify 或者说你其他的一些独立站上面也是可以的。那接下来呢，我就来简单的给大家分享一下对于这个独立站的一个收款。那么第一个呢，就是 PayPal， 首选呢就是这个 PayPal。 这个 PayPal 呢，很多商家可能一上来呢，他就想去使用这个美国的这个 PayPal， 美国的 PayPal 账号。PayPal 呢，它是有分哪些国家的？比如说有台湾的 PayPal， 其他国家的一些 PayPal 账号，也有专门针对美国的一个 PayPal 账号。那大家都想拥有这个美国的一个 PayPal 账号，为什么呢？因为美国的 PayPal 账号呢，它是没有那个手续费的那我呢，就是平时呢也会会有一些资金上的问题，也会使用到这个 PayPal。 那如果你不是美国的账户，像我的话，它每一笔交易呢，它都要收取一个$35的一个手续费那么35美金大家可以想象得到，那这个手续费还是相当吓人的，结合人民币的话是200多块钱，不管你提多提少，那都是这个手续费。所以很多人他就想拥有一个美国的 PayPal 账户，那他没有手续费，所以很多用户呢，他可能一上来他就想拥有海外的这个 PayPal 账户来进行收款，比如说像美国的，或者说像一些其他国家的一些 PayPal 账户。这里呢建议呢，你可以先别这样做。那么我还是建议呢，初期的时候呢，你就可以直接使用 PayPal 来进行收款，并且呢还是考虑使用这个内地的 PayPal 收款账户来收款因为其实它非常的简单你去注册一个个体工商户，那这个呢它也是成本最低的一种方式。创建方式其实你申请这个账户其实特别的简单。那如果说你要去使用这个海外的 PayPal 来收款特别是像这个美国的一个 PayPal 收款，那它在美国收款的话，它是有达到一定的额度呢，它是需要审核的不知道大家呢有没有遇到过，并且它这个很复杂，你注册完之后呢，它也是要把你的这个账户呢先审核一遍要先去绑定美国的银行账户，还要去绑定一些美国的信用卡才能完成一个初期的账户的审核。所以如果说你不是特别熟悉的情况下不建议你一上来就去使用这个美国的这个 PayPal 账户来进行收款
建议大家呢优先考虑我们国内的这个 PayPal， 还有就是这个是翠普和这个 Shopify Payments。那这两家的话，刚刚呢其实跟大家讲过有一家它是直接是有一家，那么这两个收款方式呢，它其实都是由这个是翠普来支持的。那么这里呢，你也可以看到这个是翠普呢，目前呢，它其实是不支持中国大陆地区的在这个里面没有中国甚至它连台湾都没有。你要去注册使用这个是翠普的话，你必须要有海外的一些公司比如说像美国公司。之前呢小鱼儿就给大家出过一期这样的教程你需要拥有需要去注册一个美国公司，以公司的名义呢来申请这个是翠普账号。那这里如果说你对注册美国公司申请是翠普账号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打开我的这个视频，我会把链接呢放在视频下方和右上角你可以点进去看一下。因为你要想要去获得这个是翠普的账号的话，你肯定前提就是先要去注册美国公司或者香港公司，或者说是一些欧洲的一些公司。那如果大家想要注册美国公司想要注册在美国注册公司你自己属于一个，那么你自己呢不是美国本土的朋友呢，建议你可以来使用西北公司西北注册代理呢来去注册你的美国公司他直接帮你来搞定你的一个协助你注册美国公司非常的简单。那你只需要在线填写一些信息然后点击提交就可以了，并且呢它的费用呢也是相当的低它的基础服务费呢只需要39美刀。那这是一个美国的一家注册公司它的英文名呢叫 Lovelast中文叫西北注册代理，专门帮助一些外国人不是属于美国本土的除了美国以外的一些人呢，帮你来注册美国公司。因为如果你不是美国本土的那么你要注册一个公司是非常复杂各种证件各种一些要求，那么你很难达到我们可以使用这个西北代理来注册来可以帮我们节省很多很多的时间，并且呢我们只需要提供一些信息就可以了。因为你这里如果说你想要有一个是翠普的账号，那你就必须要去注册一个公司，那你就要使用这些当地的一些公司来进行注册。因为它这个是翠普它的要求呢还是比较高的，就个人而言的话基本上是注册不了的，就必须要以公司的名义去注册。这里如果说你想要注册美国公司，这里西北注册代理的一个链接呢，我也会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或者评论区呢，大家可以找到这个链接。那么这3种收款方式呢，可能有一些朋友呢都已经全部都使用过了，所以呢后面2种方式其实都非常复杂。你如果说想要用是翠普来收款，或者是翠普 Payments 来这个 Shopify Payments 来收款，那这2种方式其实都相当复杂的你要注册起来是非常不容易的。那么还是推荐新手朋友刚开始可以直接注册一个个人的一个 PayPal 来进行收款。那这里除了这些呢，可能国内呢它还有一些使用国内的信用卡收款机构可以作为一个收款的渠道。那么如果说你是做跨境电商很多这种其他国家的一些币种的话，你也很难把它收回来也比较国内的这种它也是比较复杂的，对收取外汇的话这方面也管控也是比较严格的。那这里呢，所以这些相关的一些信息大家有兴趣呢也可以去了解一下。但是像这些收款机构的开户要求它也是不低的，可能它还有要求这个开户费要求公司呢，并且有一些什么信用卡收款的一些机构，所以呢还是非常建议大家来直接注册一个这种PayPal 的个人账户。很多朋友说那我就去注册一个公司，我再来注册一个是翠普的账号。这个呢说起来简单但是做起来呢它也没有那么简单比如说你现在你要去注册一个美国公司，或者说注册一个香港公司。那举个简单的例子，那么你就算是注册了这个公司过后，那其实使用像这些代理呢，他直接帮你操作，直接帮你把这个公司就注册下来了。注册其实也不难也很简单，因为现在有了像这样有一些代理公司。那么难就难在什么呢？可能你过不了几天，你的账户呢就会有个认证就是你会
大家可能都听到过的，就是这个 KYC 认证，你需要去认证一下你的这个账户，它会需要你上传一些什么护照啊，包括什么人脸识别啊。那有的是人脸识别认证的还有的是你要上传各种证件去认证。认证完了之后呢，那你这个账户呢才算是正式的激活才能去使用。如果说你没有过了这个 KYC 这一个步骤，那么就算你这个账户注册完了，那也是没有用的。所以说这个注册其实也不是那么的容易。所以呢对于我们的新手朋友们来说，还是比较建议呢你去使用这个 PayPal。那如何选择这两种收款方式？这里呢其实也需要考虑两个因素。一个因素呢就是你的一个销售情况，第二个因素呢对于你的这个账户的一个风控。首先呢，我们可以先来说一说如果说你是新手，那么这个新手呢，并不是说绝对的新手或者说你之前呢有接触过一些跨境电商或者说你之前接触过一些独立站，可能之前主要做的是什么亚马逊或者什么eBay这些平台。那你刚刚接触独立站，那我还是建议你在这种情况下呢，还是要优先考虑这个 PayPal， 不太建议你那一上来就去使用这个 Stripe或者这种 Shopify Payments。 当然如果说你有这个能力呢，你能注册到这么一个 Stripe 账号呢，也不是不可以。但是如果说你没有这个能力的情况下呢，我还是建议呢优先去使用这个PayPal。 因为相对比之下呢，这个 PayPal 呢它的注册呢还是比较简单的。那这里可以看到，你就可以直接点进去立即注册，填写一些相关的信息就可以了。那么并且你还可以去使用 PayPal 的一个按钮代码你会看到PayPal 的这个按钮下面呢，它会有一个使用信用卡付款的一个按钮。那你可以使用 PayPal 来收PayPal 的一个款项和信用卡的款项，这样呢也是可以的。这样子呢你就不用去注册这个 Stripe， 你也不用去注册这个 Shopify Payments。那么这样呢，它就可以帮你节约一些时间成本。那我个人建议呢，还是你可以这样做。那么不建议新手朋友那你一上来的话你去把所有的这些收款方式呢去注册一遍，那可能会浪费你很多的时间，那你也不一定注册成功。第二个就是你要去考虑的就是你的独立站你的销量。那如果说你的销量比较不错的话，或者说你现在呢初期呢可能没有什么订单也就一个月的话也就个几千美金的一个营业额，又或者呢你现在呢又经过了一个阶段，那你现在呢一个月的营业额呢已经达到几万美金了。那如果说你要达到几万美金之后呢，就建议你呢你的卡呢就要开始考虑就不要只用这个 PayPal， 那么你就要考虑这个Stripe或者Shopify Payments 加在一起。这个呢之前呢有一些商家呢他是走过这样的弯路的，一个 PayPal 的一个审核PayPal 账户的审核是有这么一个情况。当你的销量翻了几番的时候，比如说你以前一个月你的 PayPal 账户呢可能就收个2-3万美金，正好遇到你的旺季来了，那你呢收了5-6万美金，突然你这个账户呢可能突然之间呢收了很多的款项它就会出现一个风控的问题，可能就会导致你的这个 PayPal 账户呢会被整个冻结所有的款项呢就会被冻结，那你无法把这个款项提取出来，那你就没有办法再操作了。因为你的这个账户冻结之后呢，可能它是需要审核你的账户，那可能它要把你之前的一些订单呢，所有的每一笔订单呢，它都会让你呢把它交代清楚。比如说你的订单号是多少，你有没有签收，你整个月的一个签收率是多少，那它都会要进行一一的审核审核完成之后呢，最后呢 PayPal 会告诉你一个具体的一个决定。怎么个决定法呢？比如说你的账户里面呢要留多少美金作为一个保证金每一笔收进的款项呢，比如说10%、10几这样一个比例它要冻结，过上那么几个月呢，这些冻结的款项才会慢慢的释放出来。所以 PayPal 呢它可能就会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在你收款比较多的时候就会引发一个风控。
所以刚才为什么跟大家讲呢？当你的订单量比较稳定稳定增长的情况下呢，你就要去要去加一个收款方式比如说你可以把Stripe账号给申请下来。那现在呢，新手朋友你现在你的收款额度呢还没有达到这个程度，所以说你可能就不会遇到这种问题当然初期的话那是完全是可以完全可以使用这个 PayPal 来作为你的主要的收款方式。后期呢再去考虑增加一个收款方式。后期呢有一个风控的一个因素呢，你就要考虑把你的 PayPal和你的信用卡收款方式呢两者呢做一个结合，那这样呢是最好的。那初期还是强烈建议大家呢就使用 PayPal 为什么呢？因为你要知道很多时候独立站呢，那你要去考虑你的后期你还要去引流，你还要去选品你还要考虑做广告找红人各种各样的这个渠道。那你可能事情比较多的情况下呢，就尽量呢你先去把你的这个店铺，比如说你销售额呢先尽量的跑一跑跑得比较好一点，那后期呢再去考虑这个收款的这个问题。当然这个呢只是一个建议一个经验分享。如果大家想要用这个你的公司想要用注册一个美国公司呢来申请一个Stripe账号，那么你可以通过Lovelight这个西北注册代理来帮你去完成。那这里相关链接我会放在视频下方。你想要了解更多的这种美国公司注册美国公司申请Stripe账号呢，你都可以来看我的这里相关的视频。跨境电商的朋友呢，如果说你想做跨境电商，这里呢我也有一期视频呢是从零到一的教你来制作一个电商制作一个亚马逊这一个开店流程。那么感兴趣的伙伴可以看一下我的这期视频。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下期视频再见。